以军对哈马斯高层点名，哈以冲突将进入到第3阶段。福特号离开地中海，伊朗驱逐舰进红海，但美以谁也打不起来。美军给 F-35A 换头，2024美军为 F-35研制新型发动机。土耳其禁止英军借道自家海峡，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月1号的文章，5月时分，不友好的新年问候是准时到来。近30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飞向以色列，警报轰鸣，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然而，哈马斯通过这次袭击表明，2024年伊始，他们仍无意放下武器。最近，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尤其是远程火箭弹的频率有所减少，这是以色列攻势取得的明显成果。距离哈马斯袭击已经过去将近3个月。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仍是个未知数。以色列政府设定了2个目标，必须剥夺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和执政能力。以色列绝不能再受到来自加沙地带的威胁。在压力下又增加了第3个目标，必须带回被劫持到加沙地带的所有人质。以军每天都在宣布战果，然而这些消息并不能掩盖以军至今仍未控制哈马斯领导层的事实。在实现战争的第3个目标方面，以色列的成果也是喜忧参半。迄今已经有110名人质获释，其中大部分是1个月前与哈马斯达成协议后获释的。但加沙地带还有将近130名人质，新协议的谈判进展缓慢。哈马斯在所有公开声明中都坚称，只有达成永久停火才能释放更多人质，而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他几乎每天都在宣称，只有持续的军事压力才能迫使哈马斯屈服。最近，他也越来越多地强调，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援引以色列总参谋长的评估，以色列还需要许多个月才能取得胜利。根据媒体报道，以军已经采取步骤向战争的第3阶段过渡。在哈马斯袭击后的前3周，以军发动了猛烈空袭，随后开始地面进攻。现在，以军已进入对哈马斯目标进行定点攻击的阶段。12月31号，以军宣布从加沙地带逐步撤出5个旅，这样做也是考虑到数十万预备役人员长达数周的行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这次撤军将大大缓解以色列的经济压力，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攻击。环球时报援引 CNN 报道，美国海军发布声明，一直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在数日后返回美国，巴丹号也将一道离开。不过，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则会继续留在印度洋北部执行威慑任务。尽管 CNN 认为美国在该地区海军存在的减少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以色列国土报也认为美国并未向以色列政府提供无限援助，但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将包括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在内的军事力量从中东撤离，表明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自信。战争超出预料之外的可能性极小。相比被掌控的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明显更加关注红海。胡塞武装不断袭击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商船，已经严重威胁了全球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稳定。特别是对欧洲和亚洲来说，红海航线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由于胡塞武装的威胁，商船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大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福特号要离开地中海，伊朗海军则进入了红海。环球时报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当地时间1月1号，伊朗海军厄尔布尔士号驱逐舰通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从2009年以来，伊朗海军就一直在公海展开行动，以确保航线安全，打击海盗，并执行其他任务。但分析人士认为，作为胡塞武装的实际支持者，伊朗海军在这个时候进入红海，更多的还是为胡塞武装撑腰，并试图与美国等国军舰角力。而有意思的是在如此敏感的时刻，执行如此危险使命的厄尔布尔士号驱逐舰几乎没有称得上硬实力的东西。虽然被伊朗海军划分为驱逐舰，排水量却仅有1500吨，算得上是护卫舰。该舰在上世纪60年代由英国沃斯帕造船厂为当时的伊朗皇家海军建造，原型为阿尔万德级护卫舰。当时伊朗皇家海军总共购买了3艘，厄尔布尔士号的姊妹舰
萨巴兰号和萨汉德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跟美国海军杠了一把，结果呢，萨巴兰号被打成重伤，大修后重新返回水域，而萨汉德号呢则直接被击沉了。如今已经近40年过去了，鄂尔布尔士号还是鄂尔布尔士号，而美军呢却已经升级数代了。难道美军越变越弱了？如果不是，那答案只剩一个：伊朗并没有表面那么硬气，或者说他并不想和美军冲突。就像咱们昨天说的，美军不想打，伊朗也不想打，胡塞武装那还能打得起来吗？根据多家外媒在2023年11月报道，普惠公司将根据同五角大楼签署的一系列独家合同中的第一份，为美军 F-35 战斗机升级发动机。该合同预计将于2024年初开始发布，后续合同将从2024财年第2季度持续到2031年12月底。具体的合同价值目前尚未公布，但根据普惠公司 F-135 项目副总裁在2022年12月披露的内容，为 F-135 发动机研制的 ECU 成本可能达到了24亿美元。普惠公司在2023年11月28号的声明中表示，预计在2023年12月完成 F-135 发动机核心升级的初步设计，并为政府对该设计的正式审查做好准备。发动机核心升级旨在为 F-35 提供更多的推力和冷却能力，不需要用新的设计取代现有的 F-135。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随着 F-35 的不断改进升级到 Block 4标准， F-35 的载弹量提升，加装了新的传感器，升级了电子战能力和目标识别能力，这使得 F-135 的推力和冷却能力必须得到提升，才能使得 F-35 更加完美。除了升级改进 F-135 发动机，通用电气研制的 XA100 变循环发动机也是 F-35 动力升级的可选方案。但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认为， XA100 如果用于 F-35 升级，将会导致更高的费用和更多风险。通用电气的设计可能不适用于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 F-35C， 这导致了五角大楼坚持使用了并升级 F-35 现有发动机的决定。根据美国战区网站2023年12月报道，11月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开展一项不寻常的行动，修复一下前机鼻损坏的 F-35A。他们采用的方式呢，是把2014年烧毁的一架 F-35A 的机头换上去，施展了一次地道的换头术。有趣的是，战区网站将其称为弗兰肯鸟。弗兰肯一词呢，来自于 Frankenstein，是一部1931年11月21号在美国上映的科幻恐怖片。影片讲述了醉心于创造新生命的亨利·弗兰肯斯坦博士用石块创造了一个怪物的故事。按照咱们翻译电影的名字叫科学怪人，完全可以叫修理好的换头 F-35A 是科学怪鸟。这次修复工程呢，是在犹他州的奥格登空军后勤基地进行的，由 F-35 项目办公室第388战斗机联队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领导该项目进程。事实上在2020年1月，美国人就已经开始研究将一架已受损的 F-35 机身的部件组合成一架完整飞机的可行性了。当时洛马公司刚刚完成了一架 F-22 的重大损伤修复项目。这次美国人选用的2架飞机呢，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提供机头的 F-35A 注册号为105015，属于第58中队。2014年6月23号，这架 F-35A 从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起飞，在进行训练飞行时，发动机起火，整个机身都报废了。飞行员成功逃脱，事故原因是其发动机风扇第3级转子破碎后，击穿了发动机壳体和上机身，引起火灾。损坏评估表明，修复它至少需要5000万美元，而制造一架新的 F-35A 也就需要7790万美元。因此呢，修复这架故障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美军将其定位为5级 Cat-5 事故。后来呢，美国人将其进行了翻新，用作训练维修人员的教练机。而提供整个机体的 F-35A 属于第388战斗机联队，注册号为175269。这架飞机呢，在2020年6月8号在美国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完成了例行飞行训练，在降落时发生起落架垮塌事故，导致机身前部损坏，飞行员迅速逃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呢，损坏的机体被送到了奥格登空军后勤基地，最终呢，成为了本次计划的机身提供者。
任何现代军用飞机的大修都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当涉及到像 F-35A 这样的隐形飞机时，问题就更大了。将单独的 F-35A 的2个大部件连接成一个部件，并不是简单的拧个螺丝就完了。隐形飞机的制造公差特别高，因此需要重新制造和安装许多部件，甚至像单个紧固件这样的小部件都要达到同样高的制造精度才可以。因为任何钻孔规格的错误都会导致 F-35A 的修复失败，尤其是当涉及到 F-35A 上隐身蒙皮时，缝隙和接缝不仅不美观，还会对飞机的隐身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成本上去考虑呢，有时候买新飞机那要比维修飞机划算得多。根据 Defense Track 网站2023年12月3号报道，韩国空军的一架 F-35A 退役原因呢，仅仅是因为一只10公斤的老鹰击中了飞机左侧进气口，造成液压通道和供电电缆损坏，导致降落时起落架无法放下，飞行员不得不采用机腹迫降。随后洛马公司对这架飞机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估，这架 F-35A 因为这次迫降约有300个部件受损了，包括机身、结构、发动机、控制和导航系统，维修成本约合为1400亿韩元，约合是1.076亿美元。这个数字远高于新飞机采购成本，高于新飞机制造价格近2000万美元了。考虑到维修成本高，而且时间长以及其他安全问题，韩国空军审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呢是最好让这架飞机退役。该计划呢将在国防部批准后最终确定，这架飞机很可能成为训练维修人员的工具机。美国空军表示，科学怪鸟项目呢并不是异想天开，他们拥有维修其他 F-35的诸多经验。这次使用的 AF-27前机身部分与 AF-211的机身相连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理论上，所有 F-35的各个部件都是可以互换的，当然需要相同版本的飞机才行。比如 F-35A 呢，只能和 F-35A 组合，与 F-35B 是无法相互结合的。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美国人计划安装拆卸部件和替换部件，对飞机进行彻底翻新，让其达到服役状态。根据时间表 ，FA-211的工作预计呢，2025年3月完成，这也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几个月。即使耗资3500万美元，也好过花8000万美元再买一架新的。这种维修虽然耗资巨大，但非常具有意义。毕竟其维修过程将研制新的专用工具、固定装置和设备，美军的机械师和制造商的技术人员都能从中吸取经验，进而编制细致的维修文件，总结标准化的 F-35维修程序。这有利于提高美军未来修理能力，或者重新利用严重受损 F-35的能力，甚至能够为美国空军 F-35A 的部署以及远征作战提供快速维修的经验和支持。总的来说，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尝试。根据路透社1月2号报道，土耳其表示，他们不会允许英国捐赠给乌克兰的2艘猎雷舰通过土方海峡前往黑海。因为允许他们通过，这将违反一项关于这些海峡战时通行规定的国际条约。报道称，英国上个月表示将向乌克兰海军移交2艘英国皇家海军猎雷舰，以帮助乌克兰加强对战俄罗斯的海上能力。土耳其总统府通信局称，只要乌克兰战争继续，土方就不会允许这些船只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报道称，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后，土耳其调用1936年生效的蒙特勒公约，阻止交战方军舰通过相关海峡。该公约对返回基地的船只实行豁免，但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未表示过让各自军舰通过土方上述海峡进入黑海的意图。土耳其当时还警告非黑海国家不要派军舰通过这些海峡。这让大兵想到了2战时期，希特勒也曾经想从土耳其借道向中东地区往非洲进发，或者从南部向苏联进攻。土耳其呢，就以中立国的理由拒绝了德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土耳其还是这个味道。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